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生发言人、徐普副秘书长、董志生先生、谢龙介委员、刘彩薇议员、李英涛议员。好，美国乌克兰说有共识了了哈，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了，因为最后还是要普丁点头同意啊。哦，那到底改成什么样子？原来28点就改成19点啊。19点呢，基本上就是说原来。这个乌克兰军人限制60万，现在要到80万，哦，而且说这个乌克兰永远不能参加北约，北约永远不能够派兵去保护乌克兰，所以有点松动啊。反正中间乌克兰一定会有意见嘛，啊，那但是俄罗斯那边也讲了，说如果这个他们的协议跟今年年初川普丁在阿拉斯加的协议差太远，俄罗斯不会同意，所以中间到底怎样，这东西都没有那么快了，来来回回啊，总要。经过一些折冲哈，美国媒体说，美国官员说，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大家都同意啊。问题内容是怎样啊？那另外呢，这个普丁延后了期限，因为本来说10月27号感恩节我们吃火鸡庆祝，乌克兰也必须要同意啊。但是呢，现在延后了，川普常常延后，给你延1个月啊，延3个月啊，那关税不是这样吗？那说俄罗斯愿意让步，那俄罗斯让到什么步呢？我现在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川普派了他的陆军部长，号称 killer 杀手说他是一个无人机专家，经常到白宫去给川普献计川普很多问题都问他然后呢派他到这个乌克兰那泽连斯基说希望俄乌停战，他也希望，泽连斯基当然希望。其实我相信俄罗斯也希望停战了，只是条件而已了哈。那这个泽连斯基说他希望跟川普对谈，要签一个驻军备忘录就是美国对乌克兰有军事援助同时呢，这个要制裁俄罗斯但现在还怎么制裁？如果停战，那要善用他的冻结资产，因为俄罗斯3000亿美金的这个资产被冻结那要意思说好好用他的。这个钱最好来帮助乌克兰的重建那乌克兰正在调整和谈文件，希望借由与川普的合作，推动这个方案能够落地了还是扒着美国。前2天这个泽连斯基，川普不是骂说你们都不感谢我吗？泽连斯基说我们心悦诚服，感谢你，我们感谢的要死，而且我们对于每一个美国人的心，我们都感谢。你看讲到这个地步我们看一下。无人机嗡嗡声响呼啸而过，命中一栋民宅，炸出巨大火球。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遇夜袭，造成至少7死。22 missiles, 460 or so attack drones were fired at Ukraine. Power outages affecting 100,000 households across 5 regions. Вся країна, весь світ бачить, а нас убивають. І нічого нікуди не рухається. Краще нічого не стає взагалі. 乌克兰人满是无奈，不过如今似乎出现停战曙光，因为根据 CNN 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乌克兰已经同意与俄罗斯达成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只剩下一些小细节尚未敲定。Well, they're talking about going land both ways and trying to clean up a border. You can't go through the middle of a house. You can't go through the middle of a highway. So they're trying to work something. I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t doesn't go that quickly. We firmly believe security decisions about Ukraine must include Ukraine. This is simply fair, and it actually works. Because when something is decided behind the back of the country or its people, there is always a high risk that it simply will not work. 随着乌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上公布，他已经指派特使魏克夫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希望能促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川普还强调，只有当终结战争的协议已经敲定或进入最终阶段，他才会与乌俄2国领袖面对面会谈。来，龙介委员，感慨良多，情何以堪？在你家打了战争，打了3年4个月，不管最后和谈的条件怎么样，戏也戏，得也得，乌克兰人呢，死的逃的将近40%，而且离开的都是有钱的。那你现在家园这么残破不堪，这些人还愿意回来吗？
不管你今天谈到什么程度，那你说从28点到19点里面呢，其实这整个大局的结构看到欧盟哦，他大有意见，因为你把乌东这些割让以后啊，所以欧盟提出叫泽连斯基不能退啊，就还没有乌东的部分，你还保留在乌克兰的势力里面，不能让啊，这个不能让啊，这一让就整个一大片了。那欧盟要的并不是说你把乌克兰就俄罗斯拿走的以外，这个乌克兰变成一个很大的缓冲区哦。欧盟是基本上有一个重大的共识，这个对欧洲是不安全的，所以他要乌克兰不能让。就你现在还在这个乌东部分，你还有控制的部分，这个不但不能让，而且还要建立成坚强的碉堡。所以，欧盟也说不能只有60万军队，最少要到80万。那后面就势必要变成欧盟这边要不断的抖内了。那川普只要把这边谈好了，我拿到矿产了，那俄罗斯拿到这个土地了，再来。他还可以回到 G8， 好，那这些制裁，你说要把俄罗斯制裁的这些美金，你要拿来重建吗？很难啊！你的普丁适可而止，就一点点意思，大概会有，但是不可能。那这个整个变化就变成，欧盟会觉得，美国这个大哥已经不再是我们最铁的一个伙伴。那你记得大概10年前嘛？那时候梅克尔还在的时候，法国跟德国他们就极力强制要推欧洲军，他们要独立建军。他们知道北约整个是美国在控制嘛。那如果是这样，北约还现在乌克兰还要放弃参加北约，当然欧盟是说你不能 never 嘛，你要起码要留一点弹性嘛。你真的等于是剥夺乌克兰的主权，你知道吗？就这个和谈等于事实上就把乌克兰整个主权就剥夺掉。你看看泽连斯基，说实在是情何以堪？你要看到他内心的感受啊，真的，我们从这样表面光是看这一些，你再看看台湾，为什么我对这一次我觉得赖总统这中日的事件、高市的事件，他处理的不克制。那美国这边他不断的伸不进去呀。联络不上日本，他轻而易举，因为他常年跟日本建立了关系，所以我建议赖总统这个时候两岸之间你开个小窗，递个小橄榄枝，反而会比你去美国找那个 YouTuber 啦、Pocket 啦，还要去投稿啦，不必了。你只要把两岸搞得和缓了，你就可以迎合到现在目前当下川普的主流口味了。那他反而会跟你，否则你不是啊？投资12兆，军购特别预算1兆2500亿，通通来，然后我们国家的预算又要拉高9000多亿，加上任性的1兆多，那明年后年到30年还要提高到 GDP 的5%。坦白讲，这个对我们是事倍功半，所以我建议赖总统这个时候你可以重新审视，但不是说当下去做这个事。两岸现在啊搞得这么硬了，应该要适度，你几个友人呢，私底下先沟通，这就是善意。你只要有人先去沟通，当这个善意出来，你会发觉到台美之间的微妙变化，或者你现在依旧不得其门而入。来，小董。大家可以看到哈，川普现在正在做什么啊？他要乌克兰跟俄国，赶快和解。那这个和解当然里面有非常多欺辱的条件啦。在台湾现在没有人在挺乌克兰，林辉环说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大家看了其实最大的悲哀，就像刚刚龙介所讲的，对不对？你最后换得是什么？我简单跟各位讲，最后换得了俄国人得到土地，美国人得到金钱，俄国。他有一些钱被冻结，所以里面拨出1000亿给乌克兰做重建，美国人先分一半，各位懂了吧？然后欧洲再出1000亿给乌克兰去重建，美国人再分其中的利润，美国人得到钱，俄国人得到土地，乌克兰赶快修改宪法，我们不加入北约了，就简单这样讲。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军队
你要60万还80万，可以稍稍谈一谈。那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各位欺辱啊！俄国人得到土地就是他占领了就是了。川普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川普讲，我已经停止了世界8个国家的那这战争都被我弥平了，我是50最重要的仲裁者啊！大家看了是不是这样？泰国跟柬埔寨要打，被我制止，你们再打我就提高关税。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是我调解的，不打了。现在大家看加沙走廊那边也不是好端端的吗？又开始俄乌，所以他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有那个，他也主动打电话了。他现在在抢什么？他在想，我有诺贝尔和平奖啊，我早就该得了。所以高市早苗就奉承他，我会负责提名。每个人都抢着要提名川普，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你知道吗？所以可以看到了，川普喜欢什么，大家去迎合他什么。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乌克兰，它其实受了非常多的歧辱啊。俄乌战争的时候，我每天骑车经过世贸大楼那边，很多人都拿着那个黄蓝的旗子在挺乌克兰。拿着很多人摩托车或车上都插着他的旗子，我看了真是好感动。现在没有了，现在台北这些东西就看不到了。我们那时候为了挺乌克兰，我们台电不买，我们有20%的煤矿是跟俄国买的，很便宜，不买。有10%的天然气是跟俄国买，不买。我们就要去买贵的。那我们在台电现在亏损很多啊，现在还挺得下去吗？那时候不是讲这是一个俄乌战争，我们挺乌克兰，代表我们在自由世界，我们这个城堡里面，我们共同捍卫的民主价值吗？现在怎么通通不见了？其实这个事情比龙介刚讲的更悲哀，就是台湾的处境不是很像吗？大家看，大家都说要挺你，那最后你剩下的是什么？一无所有，年轻人都死光了。一个国家最重要就是年轻人的生命啊，这些人就是你将来国家要打造的骨干啊。现在死了，有钱人跑了，那妇女带着小孩也走了，那留下来切胳膊的、断腿的。各位，我看的就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在金门也看到一些老兵身上有非常多的伤痕，有些人手脚都受过伤。你知道他生活的不便，你就知道在战争里面是要付出代价的，和平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和平既然是这样的欺辱，乌克兰已经一无所有了嘛，大家都可以由这个例子去看到台湾的处境了。我几年前去柬埔寨也看到就这个情况，柬埔寨剩下的街上看到人，不是断手断脚的男人，就是女人，年轻男人通通死光光。柬埔寨那时候就很厉害的，那时候这个战争打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我看以后乌克兰也这样，只是因为现在大家不能去了。不过我前3个礼拜以前碰到几个台湾人他说我要到乌克兰去，我说你可以冲上，马上和平了，去买土地。我说哇，你厉害。他说你看一定会和平的，一和平后土地涨价。我说乌克兰外国人可以买，他说可以，没有限制，有些国家外国人是不能买的，然后乌克兰是可以的。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习近平跟普丁跟这个川普前天晚上通电话啊。那美国的媒体说这是2国元首的对话，但是通常很少见外交的表态。通常就是大家讲一些场面话外交大陆就讲说台湾这个2战以后回归中国了就是中华民国了那这个等于从日本还嘛，当时日本就等于是虽然讲说马关条约什么，就是你等于是打败以后割让的嘛就等于没有办法被胁迫的，所以2战以后那日本又是侵略国，所以从日本把这个台湾拿回来。那回归这个字不是只对台湾，97香港他们也是用回归，从英国他回归就是邓来这个回家吧，这回归这个意思不是只对台湾了那川普说他明年4月要访问中国已经这个接受了，而且呢，习近平明年底也要去访问美国这是国事访问。他说双方小事就不要看了，我们放在更大的目标上川普后来就讲G2
还是讲 G2 啊？就全世界现在只剩下2个大国了啊。那川普说他叫习近平在电话里面多买一点美国的这个大豆嘛，哦，买快一点，买多一点。那他说习近平或多或少同意了，说好吧，你现在这么在意大豆哦，那川普就立刻讲说，我们让美国的农民再次伟大，好，美国农民卖大豆。川普这个任期以来跟习近平的互动，在1月17号2个通话，6月5号有通话，9月19通话，10月31号见面了，在南韩啊，然后11月24号通话哦，他等于是通了4次话，见了1次面啊。那路透社说，通话以后哦，动作之快，通话24号通话，25号说中国已经买了10艘船的美国大豆，价值3亿美元。哦，这川普至少可以跟农民交代嘛，尤其跟他那些农业州哦交代，所以说我就买了哈。那农业的问题，3亿美元算多少？3亿美元真没多少，但是呢，对农民来讲是很多的。就是农业问题经常不是经济问题，农业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问题。哦，农民就算台湾农业产值占多少，但是农民因为第一个很多大家从农民出来的子弟啊，对农家是有感情的。第二个，农民人数也不少啊。那另外呢，川普说习近平同意会给大家惊喜，会加速购买美国农产品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是谁打电话的？哦，因为通常中国以前的用语都是说我们应什么？应川普的邀请，应他的要求打电话，这是没讲，所以大家就讲说，哦，一定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的。那下面有很多的推动，说大陆急啦，哦，这高市不理他，日本这个不管啦，所以他很急啊，所以他要赶快急着要跟川普打电话。结果美国的媒体是说呢，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反对，说是美方发起。那到底谁发起谁主动？其实本来也无所谓，反正只要通了电话嘛。但是这现在好像变成蛮重要的面子问题。结果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今天上午，这个贝森特自己讲的，因为美国媒体会问嘛，谁打给谁啊？哈。那另外呢，这个就像比如一般常常是男生追女生嘛。但我也碰到有朋友夫妻，女生自己出来讲，是我追她的，当时我倒追她的，我说哇，这个女生很一般就是这样也不讲嘛，这同样的哦，到底谁先哦？那专家解读了，说大陆是盼望美国管日本哦，为什么？因为我早就讲了啊，台湾有事，如果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啊，他们有安保条约啊。而且日本真的想动武的话，要美国同意啊，他也不能随便动就动了，所以他是其实牵扯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边有把他们的这个谈话的重点讲出来，特别习近平重视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就二战是我们2个联合起来打的，不是我把日本拖在中国的战场8年以空间换时间。哎，你美国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2颗原子弹就解决啊，所以我们一起打的。那台湾回归是战后的我们的一起推动的成果，要维护啊！这是习近平跟川普讲。那川普说没讲话，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我理解了，了解了啊。那消息人士说呢，这个川习通话毕竟战略红线啊，说赖清德错估了，把台湾推向危险啊。那当然，这个我看这个行政院长是说了，中华民国台湾从未回归，这话讲对一半。中华民国从未回归，台湾回归给中华民国，他把它混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从未回归，中华民国当然没回归嘛，中华民国还在这里啊。台湾当时2战以后回归给谁？回归给中华民国，但是绝对不是回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点确定的。但是台湾是回归给中华民国的，只是北京认为说中华民国没有了，现在全部他来取代了，但是中华民国还在这里啊，怎么会没有呢？啊，来林涛。
基本上我们都会说，是我们先求婚的啦，哈，就是他们在讲电话嘛。那可是这个电话里面啊，它的背景跟现在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你可以先看它的背景哦。现在川普阵营希望全球降温，美国的利益极大化。那这个过程中，是因为你也可以看到《经济学人》11月6号的最新的民调，川普现在的净支持度已经是负值，而你可以看到它的 PCE 核心的物价指数是2.91。跟2其实距离很大，失业率从3.5一路拉升到现在的4.4个百分点，经济的状况其实没有像川普说他上来之后要变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纽约市长曼达尼，然后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每一个民主党的又开始产生对于共和党一个强大的压力，所以他当然要把很多的内政先外交化，转移焦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在这个乌克兰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直接挹注大额的资源，那他不要啊，他就说我抽回来，美国利益优先，美国能够在重建的过程中赚50%，这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川普的逻辑。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上任的时候，本来是用特斯拉的老板用那个 Doge 去砍很多的预算，可是所有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很多的项目都要支出，所以他就只能把国际参与往下砍。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背景是，现在的川普面临内政的经济压力跟所有的这些政敌的压力，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呢希望说各地的区域军费可以你们自己支出，不要我支出。然后呢，过去的冲突大家和缓一点，美国利益优先。所以这一次的美中对话也好，美日的对话也好，大家都可以知道是美国主动先打给中国大陆安抚说啊，好啦。已经谈了这么久的美中的对话，结果这个高市早苗的言论又整个烧起来了，所以他先打给中国大陆安抚说，哎，好，没关系，我来跟日本讲。后来川普又打给日本，所以才有美日的对话。那你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实际的状态啊。第一个是打电话打完，第二个是美国针对这个延国基地的提供中程飞弹，它是可以承载这种战斧的巡弋飞弹，对中国压力很大。同时撤离，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美国在情势，在东亚的情势是希望大幅的降温。为什么？因为美中还有很多要谈的嘛。前面已经谈说稀土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啊，大豆刚才赵大哥已经讲买10艘3亿美金，很开心，大家这个关税的这种报复性的关税全部都减低，这就是一个和缓的过程中。可是有一个国家，他的总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那个人叫做莱尔校长，叫做赖清德，竟然早上11点半，你宣布中华民国要保卫自己的武器，或是说保卫自己的国家，把军配 GDP 提高就算了。我觉得有某种程度，如果你提得到新式的武器可以保卫国家，那大家可以听看看他怎么样论述这个军配的提升。可他不是，他几乎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对呛中国大陆，美中都在谈。美日也在降温，就只有你一个台湾的总统，一天到晚要挑动美中日台的敏感的神经。这所有的状态的结论是什么？是台湾人民会受到你这个言论会受伤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民众还是希望国防当然很重要，可是对话跟区域的去风险化，其实才是人民想要的。看一下相关新闻。How was your call with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Great, it was great. I had a great talk.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er. I also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and I think that part of the world is doing fine. 川普的言下之意是摆平了太平洋另一头日中争端吗？台北时间24日深夜，川普先跟习近平通话，25日早上再打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这通电话是川普提出的。The new Prime Minister myself, she's very smart, she's very strong, and she's going to be a great leader. 川普大赞高市早苗的领导力。根据日经亚洲消息，日本官员透露，日方在川习通话前就知道美中要通话，而且美日双方协调良好。因为24日深夜的川习通话，美国媒体指出是中国主动，原因是习近平急了，无法让高市早苗收回台湾有事的说法，求助川普约束日本，但是北京却这么说。据我了解，此次通话是美方发起的。
通话的氛围是积极的、友好的、建设性的。北京称美方发起，但不像过去惯用中方应约通话的叙述。而且先前的川习通话经验，川普都会事先多次大张旗鼓预告，北京在慢慢被动证实。就算一个通话各自表述，对北京来说面子不能挂不住。不过后来美国财政部长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看起来川普打给习近平，川普又打给高市了。好，所以基本上都是川普主动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